真是相当恶劣的环境啊！唉，加急保洁单，加急保洁单，这屋主是猪吗？物业还说是个大网红，这是巨婴降世了吧？唉，钱难挣。屎难吃。这什么东西？管他呢，擦就完了。这单做完1000块呢。大功告成，最后只要灭绝吧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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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好不容易吃到鲍鱼捞饭啊！闭嘴吧，我们都快死了！谁死了？他能听到，他能听到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哎，你们把话说清楚啊！苍蝇说有人死了，这难道是血？现在跑还来得及，但门是我开的，钥匙是我拿的，血是我擦的，跑了就真的说不清了，我不就成嫌疑人了吗？等等，我为什么突然能听清楚苍蝇在讲话？喂，你们下来，我不喷药啦！别骗我们！刚才你还举着瓶子呢。就是人类最狡猾了。我真不喷了，你们下来，我问你们几个问题，问完我就走。你们刚才说有人死了，谁死了？就住这儿的那个女的呀，大网红叫什么来着？宋什么？宋云。对，宋云，她前天晚上就没回来过，外卖都臭了。她怎么死的？这你就算问对人喽。所谓是月黑风高夜，杀人放火天。说重点。我说，前几天晚上听见好大的动静，我和苍蝇妹出来看，就见她被人拿枕头捂住脸，然后撞到茶几上晕过去了。你先把杀蚊喷雾放下。晕过去，然后呢？死了也要见到尸体吧？凶手呢？凶手长什么样？我也没看清啊，那天晚上灯那么暗，就听见咚一声，然后那个女的就躺地上了，血从后脑勺慢慢流出来，然后那个凶手就蹲下来探了看她的鼻子，后来凶手就跑进卧室翻了一通，拿了个行李箱就把尸体……大姐你别问了，我真的害怕。宋云好耳熟的名字，好像是个大网红，这么久没出现，居然一点新闻都没有吗？3小时前发的，但你们说他前天晚上就不在了，那就不是他发的呗，他手机说不定也被拿走了。这条裙子我去年的相册里见过同款，这是去年的款。一个网红不会穿过季款发自拍吧？所以是有人拿了他手机，翻了他以前的旧照片，假装他还活着。没错，凶手拿走了宋云的手机，用他的账号发动态，就是为了让大家以为他还活着，延迟案发时间。我现在知道的太多了，现场我打扫的干净了，现在报警，我说什么？说苍蝇告诉我宋云死了，警察不把我送精神病院就怪了。听着，我现在很麻烦，我打扫了现场，如果警察来了，我第一个被怀疑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助。怎么帮？你们在这屋里待了几天了，肯定看到了什么？谁来过？长什么样？干了什么？全都告诉我。告诉你倒是可以，但你得先给点好吃的，
你可是把我们的晚餐全部打扫干净了。行，跟我回家，我家吃的管够。真的？真的。但你们得答应我，跟我走，然后把细节都告诉我。成交。进来。唉，零碎啊零碎，手脚这么利索干嘛？将就吃，明天给你们买好的。边吃边说，怎么回事儿？前天晚上大概8、9点吧，来了个短头发的女的。短头发，长什么样？瘦瘦小小的，穿黑色卫衣，帽子压得很低。她一进门就和那个漂亮大网红吵架，我和苍蝇哥都被吵醒了。对，然后就是刚刚和你说的，磕到茶几晕过去之后就被装到行李箱带走了。什么颜色的行李箱？黑色的，超级大一个行李箱。听起来2个人应该不算陌生人，但是大网红认识的人多了去了，这我怎么查呀？还有没有别的细节？他的脸，他的声音，任何特征都行。声音挺尖的。他走之前打电话的时候说了一句那个保洁什么时候来。他知道保洁会来，故意把现场留给我打扫，这样警察来了，现场干干净净，我就成了最大的嫌疑人。必须要找到遗体，然后报警，洗脱我自己身上的嫌疑。信息还是太少了，得找到这个人是谁。你快看看是这个人吗？这是宋云的经纪人。这我就不确定了。你们人类不都长一个样吗？别！照片能看出来个鬼呀！要是那个人就站在我们面前，我肯定能通过气味闻出来的。就是，我们的触角可是有上百个嗅觉神经细胞，你要是能带我们去他面前闻一闻，我们就能认出来。行，明天就带你们去。唉，怎么就摊上这倒霉事了呢？新的一天，新的希望，今天一定能找到那个短头发女人。你吵什么吵？昨晚吃太撑了，我还没消化完呢。别转了，头晕。今天不找那个女的。不找了？那找谁？找尸体。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宿，光知道谁杀的没用，得先找到宋云的尸体，尸体上才有证据。没有尸体，警察凭什么立案？可是我们去哪儿找啊？我们只看到他被装黑色行李箱拖走了，又没跟出去。这味道，这不是大网红的衣服吗？你什么时候拿回来的？早饭？先吃，吃饱了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啊？去哪儿啊？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你这是在干嘛？嘘，闭嘴，等。嗨，你好。谁在说话？老兄，别怕，他不是坏人，我是苍蝇，我作证。苍蝇和人类一伙，我没睡醒吧？这人类可不是小人物，他能听懂我们说话。今天他来找你帮点小忙。帮忙？帮什么忙？你们人类最不靠谱了，上次放老鼠药的就是你们。我不放药，我就想请你帮我找个东西。我知道你们家族庞大，嗅觉也很厉害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黑色的大行李箱？行李箱？找那玩意儿干嘛？里面可能有一个人，一个已经死了的人。你帮我闻闻哪有腐臭味好不好？你这事儿挺大的啊！帮了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
新鲜芝士，我特意去超市买的，就一块儿。一整块，事成之后还有5块。要找的人的味道是这样的，拜托你了，鼠兄。老三了，老五，出来干活了。你等着，这片我们熟，地下室、下水道、垃圾站，哪儿藏了什么东西，我们鼻子一闻就知道。天黑之前给你消息。感谢感谢，记住你欠我的。大姐，你是真能摇人啊！昨天摇我们，今天摇老鼠，明天是不是要摇只老虎来了？只要能找到尸体，老虎来了我也摇。还有多久才到啊？我腿要断了。谁会在市中心抛尸啊？快跟上来，天要全黑了。就在这下面，我闻到了铁锈味儿，还有那种长期泡在水里的布料的臭味儿。确定？错不了。我的鼻子你放心。谢了，剩下的几块明天放你家门口。大姐，你不会要下水挖尸体吧？切，我才不要呢，脏死了。让你看看人类的智慧。大叔，钓到鱼了吗？没呢，做了一下午了，连个虾米都没见着。这根没人用吧？能不能借我玩会儿？我一直想学钓鱼，就是没机会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钓鱼这东西看着难，其实好上手。你先把鱼饵挂上，对，就这样，然后甩出去，等浮漂沉下去，你就提竿。啊，哈哈，好紧张啊，第一次钓。紧张啥呀？又不用考试，就是玩儿。哎，上钩了，上钩了！小姑娘力气挺大呀，别让她跑了。哦呦，一定是条大鱼。好家伙，个头不小啊！我看看是什么鱼。哎，这不是鱼啊！行李谁扔这儿的？这也太缺德了吧！大叔，咱们报警吧。啊？报什么警？这里面可能不是行李，我要报警。城郊废水库永兴路尽头那个，我钓鱼的时候钓上来一个行李箱，里面有东西，很重，可能是一个人。宋云，是你吗？好多人啊！是你报的警？是我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你们不知道啊，这小姑娘运气太背了。第一次钓鱼，我教她的，一甩竿就钓上这么个玩意儿。我钓了20年都没见过这种事儿。说一下经过。我今天下午想学钓鱼，就随便找了个水库。这位大叔人很好，借了我鱼竿，我甩了几竿，然后浮漂突然沉下去了，我以为是大鱼，就使劲拉上来，结果是个行李箱，就报警了。上前处理。哎呦，你得跟我回趟警局，做个详细笔录。好。邪了门了，邪了门了！林小姐，做什么工作的？保洁，自由保洁，在平台上接单那种。今天为什么去那个水库？就是想学钓鱼，最近压力大，想找个方式放松一下。我刷视频看到别人钓鱼挺解压的，就试着去玩一下。以前钓过吗？没有，今天第一次。那个大叔可以作证，他教的我。你发现行李箱的时候有没有打开或者挪动它？没有。
我就拉上来以后放在岸边，然后马上报警了。林小姐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您问。你认识一个叫宋云的人吗？宋云，那个大网红，谁不认识啊？刷短视频的人都知道他吧？哦，是吗？那么林小姐，昨天你去了宋云的公寓，今天你就出现在抛尸现场，碰巧吊上了他的尸体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林小姐，我希望你给我们一个解释。林小姐，昨天你去了宋云的公寓，今天你就出现在抛尸现场，碰巧吊上了他的尸体，你能解释一下吗？我不行，不能说。我要是说苍蝇和老鼠是线人，下一步他们就得把我送去药检了。任警官，我知道听起来很离谱，但真的是巧合。我接保洁单是平台派的，去钓鱼是我临时起意。为什么我明明不是凶手，但是看见警察进来这么慌张？初步尸检结果出来了，确定？很确定，死亡时间估算在3天前，也就是说，死者遇害的时候，这位林小姐还没有去过公寓。天使3天前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君悦府做保洁，3套房子从早8点干到晚8点，物业和业主群都能作证，手机有照片。论工作留痕的重要性，林小姐，我需要你把从进入宋云公寓开始到你离开为止，所有的事情完整说一遍，不要省略任何细节。好，那天晚上10点左右，我接到物业电话说2203的业主需要加急保洁，我带着工具袋去了。进门有什么？全是腐烂的食物，看情况应该有几天没回家了。我一边收拾一边骂，然后我擦地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片深色的污渍，就在茶几旁边，颜色偏暗红，我当时以为是酱油或者红酒洒了，顺手用厨房纸擦了。红色的污渍。然后我就把整个屋子打扫完，带上垃圾就走了。你走时动过房间其他东西吗？没有，只带走垃圾，其他原封不动。宋云的公寓现在什么状况？一尘不染。保洁的基本素养，我干活比较麻利。今天先这样，林小姐，最近不要出市区，手机不要关机，随时可能还需要你配合。明白。上面有我的电话。如果有新线索，随时联系我们。谢谢周警官、陈警官。不用谢，你运气确实不太好。大姐，你死了吗？快了。别啊，先给我们喂点吃的呀。今天陪你在外面跑了1天了。书包夹层里有牛肉干，自己吃，别把我被子上弄脏了。幸好我有不在场证明，不然这会儿已经在拘留所里跟老鼠做邻居了。果然，消息走漏了，凶手不敢再发动态了。那当然啊，尸体都被你们调上来了，全世界都知道了，他还发什么发？发个遗照？你能不能别在人家吃东西的时候说这种话？凶手肯定熟悉宋云，还是个短发瘦小的女人，知道物业会安排保洁，才放心把现场留给我。凶手到底是谁？警察真的能抓到吗？喂，林小姐，我是陈燕，需要你再来一趟警局。
案情有新进展了。需要你当面核实，车10分钟后到你家楼下。跟上。陈警官，到底什么进展？大早上的，监控修复了，需要你帮我看个人。林小姐，这边。技术组修复了案发当晚消防通道的监控，画面很糊，但提取到了一个人影。这个人从2203所在消防通道离开，又进入死角。你有见过这个人吗？或者注意到什么不寻常的东西？任何细节都行。陈队，宋云的经纪人来了，说是有重要情况要反映，在接待室等了半小时，催了好几遍。让他进来吧。陈警官啊，我可算见到你了！你说你们这效率，我那边品牌方都快把我电话打爆了，粉丝群也炸了。王女士，你说有重要情况，什么情况？我先声明，我不是来添乱的。小云是我带的艺人，我带了她3年，小云命苦，但你们得尽快出结论。粉丝和品牌方都等着说法，我还联系了媒体，不能一直悬着。所以你来是想让我们加快破案？现在媒体都在等着你们出通报。我的小云年纪轻轻死得不明不白，陈警官，你也不想让你们局背个无用的头衔吧？大姐，那个香水味儿我要凑近闻闻，但是得近一点才能确认。有苍蝇！你们刑警队怎么回事？这是什么卫生条件？我要投诉！会议室里有苍蝇！你是不是疯了？回来！要是被打死了，我怎么办啊？王女士，你刚才说联系了好几家媒体，你谁呀？坐这儿干嘛的？宋云尸体还没凉透，你就联系好媒体了？你是经纪人还是兵夷一条龙？你什么态度？我是金牌经纪人，手下艺人惨死，你第一反应是找媒体发通稿，你这是名牌经纪人吧？行，你们行。陈警官，我不是来吵架的，监控再让我看看。这个人我没见过，但他手上没有行李箱。他两手空空，怎么抛尸？大堂电梯、车库出口监控都查过，没拍到。凶手不可能扛着行李箱从大堂走。行李箱很重，凶手是个瘦小的女人，不可能徒手从22楼搬下去，更不可能徒步运到水库。那他一定有工具，推车、板车。车库出口监控查过，凶手若把车停死角或盖着行李箱，有可能漏掉。不管怎样，这个人一定有问题。陈警官，要仔细查宋云身边的熟人，他们最了解他的行踪和家里布局。第一现场若是他家，凶手肯定是熟人。宋云团队，经纪人王丽，助理夏芝，司机老刘，化妆师赵小涵，已排查外围，没有深入约谈。下午安排问询，每个人都要和监控截图比对。林小姐，想起细节及时说，破案有奖金。奖金？下午询问能让我旁听吗？不插话，我熟悉宋云家陈设，能看出他们有没有说谎。想帮你们快点破案。旁听可以，但不能插话，不能打断。没问题，保证配合调查。陈警官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这2天状态不太好。没关系，今天叫你来是想再核实一些情况。你上次说案发当晚你在家一个人。对，小云说她不想播了，我就没去打扰她。我真的不知道她会出事。夏芝，你最后一次见到宋云是什么时候？那天下午，我去她家送了几个样品，待了大概半个小时。她心情不太好，说晚上不想播了，想一个人静静。你从消防通道走的，她当时有没有受伤，或者看起来有什么异常？我是去消防通道那边喂流浪猫的。小云没有什么异常，就是有点累。她最近直播压力挺大的。这里是被抢劫了吗？宋云卧室那么乱，难道真的被人翻找过了？陈警官，今天怎么还有别人在？这位是证人，协助核实情况，你不用管他。
周警官，我想上个厕所，肚子突然有点不舒服。去吧，走廊左手边。是不是他？是他，味道没跑了。那天晚上在宋云家闻到的香水味、血腥味、行李箱塑料味全在他身上，错不了。还有那个包，全是宋云的味道，绝对不是他自己买的。他那天晚上运走尸体后，有没有带走别的东西？除了行李箱，那个包。我想起来了，他第二天又回来了一趟。第二天？什么时候？就是你来打扫卫生的前一天，我们吃撑了，趴在披萨盒上睡着了。我那时候太困了，就看了眼又睡着了，以为是普通垃圾。他家里本来就多。他第二天又回去了一趟，拖走了一个大垃圾袋，里面装的什么？难道是值钱的东西？你们待着别出声，我要回去会会他了。夏芝，今天就先到这儿。你说的我会核实，后续如有需要再联系你。谢谢陈警官，请你们一定要找到害小云的人。夏芝姐，你那个包挺好看的，香奶奶的吧？对，我攒了几个月工资买的。攒了几个月工资啊？那挺不容易的。这个款我在专柜看过，好像要4万多吧。不过我记得宋云好像也有一个同款的，我上次看见她视频里面拍到喽。是吗？我不太清楚，可能小云也有吧。她包那么多。也对，她包确实多。警察同志，我可以回去了吗？他有没有说谎？陈警官，可以申请搜查令了。理由：第一，他案发当天出现在消防通道，公寓大堂有正门，电梯也不慢，他为什么要从消防通道走？他说是喂猫，但熟悉那里的人都知道那里是监控死角。第二，他是宋云的助理，有钥匙，熟悉房间布局，知道值钱的东西放在哪儿，作案条件完全具备。第三，我到达宋云家的时候，他们家异常混乱，尤其是卧室，我怀疑凶手翻过他的东西，并且实施了盗窃。就凭这些，搜查令不一定批得下来。上面要的是相当理由，不是合理怀疑。陈警官，我知道你们办案讲证据，但有些东西不进门是拿不到的。就凭他案发当天出现在消防通道，就这一点，搜查令应该好办。小周，去写搜查令申请书，理由写：嫌疑人夏芝案发时段出现在监控盲区消防通道，行为异常，涉嫌非法占有死者贵重物品，与死者生前见过面，具备作案时间。明白。写完先给您过目。林小姐，感谢你的竭力配合。为了奖金，这一起案子我一定会好好扶住你们的。走吧，夏芝家。陈队，带他去合适吗？他认识宋云家里的物品，那么多包、首饰、限量款，我们不一定能当场辨认出来。他在场能帮我们快速锁定赃物。大姐，你被收编了啊！闭嘴，干活。陈警官，你们要搜就搜吧，我真的没什么好藏的。小云走了，我心都碎了，你们还来怀疑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理解，这是你们的职责。陈队，衣柜和梳妆台没有发现。我和小云情同姐妹，我怎么可能拿她的东西？到底是谁这么诬陷我？不可能啊！照苍蝇哥的说法，他带了一大袋子东西走，怎么可能凭空消失了？而且他杀人那天衣服上肯定也会沾上血，衣服也处理完了。
继续搜。陈警官，其实我一直想跟您说，那个保洁姐姐，她第一个到现场，又擦掉了那么多痕迹，换了我肯定会害怕报警的。可是她没报，而且我听说是她发现的小云的尸体。我真不是怀疑她，只不过她也算嫌疑人吧。你们怎么能让她跟随你们一起查案呢？行，你尽管演，等会儿别哭。夏芝，你那个香奈儿包呢？今天怎么没背？那个啊，我怕弄脏了收起来了，毕竟是攒了好久的钱买的，舍不得天天背。大姐，那个柜子最上面那个好难闻的味道。哎呀，林小姐，你也要帮忙搜吗？这样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陈警官，我不是质疑你的决定，就是毕竟是私人物品，被外人翻来翻去的，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。你衣柜最上面那个格子放的是什么？被子而已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只是个保洁，你有搜查令吗？夏芝，请你配合。陈警官，接着。这是血？那不是我的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有人陷害我，一定是他刚才伸进去翻的，他塞进去的，他从一开始就盯着我。陈警官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一个保洁为什么对案子这么上心？为什么非要跟着来？他就是想栽赃我。宋检，加急。夏芝，涉嫌故意杀人，你被捕了。怎么会知道那件衣服在哪里？你不是保洁，你是谁？我是你找的替罪羊，但是很不好意思，你的计谋失败了。本台消息，日前引发社会关注的网红宋某遇害案今日尘埃落定，犯罪嫌疑人夏某已于昨日被检察官以故意杀人罪、盗窃罪批准逮捕。本台记者为您带来独家案件回顾。被害人宋某，某短视频平台拥有近90万粉丝的头部网红，嫌疑人夏某系宋某私人助理，两人对外捆绑营销，吸粉无数。然而光鲜表象之下，可是长达数年的压榨与精神控制。夏芝，说说案发当晚的全部经过。我和他是大学同学，他做视频小有起色的时候，让我给他做助理。一开始我很感激他，觉得他给了我机会。后来他火了，粉丝越来越多，我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。你的具体工作内容是什么？所有账号运营、文案脚本、选品、服装搭配、拍摄、剪辑、商务对接，所有幕后的工作都是我做的。你没想过离开？想过，但我签了合同，违约金我赔不起。他知道我有想走的心思之后，就变本加厉了。他说我离开他什么都不是，说我是他的狗。据警方描述，嫌疑人夏某长期遭受被害人宋某的职场霸凌和精神打压。宋某表面与夏某捆绑闺蜜人设，私下却肆意贬低与压榨。所有幕后贡献均由夏某承担，而流量与收益全部归于宋某。日复一日的精神折磨，使得夏某对宋某的恨意逐渐累积，最终在案发当晚爆发。你懂什么？你懂那种被几万人骂的感觉吗？你一个破助理，没了你我再找一个就是。我现在就去找王姐说换个助理，我看你离了我还能找到什么工作。据夏某供述，当晚他用抱枕捂住宋某口鼻，致其窒息而亡。随后，他并没有选择跳楼伪装，而是决定抛尸。
维物业吗？宋姐说后天派个保洁来打扫卫生，对，全面清洁。都结束了。作案后，夏某第一时间拿走了宋某的手机。次日，他再次返回公寓，翻找宋某的银行卡、贵重首饰、名牌包等财物。同时，他利用宋某的手机登录社交账号，翻出宋某去年拍摄的旧照片，伪装成新动态发布，造成宋某仍然在世的假象，以延缓案发时间。明天保洁会来，一切都干净了。最终，警方在夏某家中搜出了沾有被害人血迹的衣物。夏某对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以上是本台的全部报道。这是局里给你的线索奖励金，5万块。5万，这么多？如果没有你，我们可能还要很久才能找到尸体，案件侦查周期会拉长，人力物力损耗都不止这个数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谢谢陈警官，周警官也谢谢。林小姐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您问。在夏之家里，你怎么知道那件衣服在衣柜的夹层里？你一进门就盯准了那个柜子，几乎没有犹豫。完了，这个问题绕不过去，总不能说是苍蝇告诉我的吧？陈警官，我一进屋就注意到夏之的表情了，他眼睛一直往那个柜子上瞟。一个人如果心里没鬼，不会在自己家里对着一个柜子紧张。你还挺细心。做保洁的嘛，当然要细心啦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谢谢你。说真的，你要是我们队的就好了。小意思啦，我先走啦。这个保洁观察力比咱们队里有些人还强，他要是科班出身，现在至少是个小队长。出来出来，今天加餐：五花肉炖土豆、排骨炖莲藕、水果管够。五花肉，大姐，你是不是中彩票了？我不管，我先吃牛肉干儿。啊！鼠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带你找到那个行李箱，你在水库出了风头，拿了奖金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就消失了。大姐，你忘了给人家结账了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这几天天天往警察局跑，脑子都转不灵光了。不是故意忘了你的。忘了？你忘了是谁带你穿过5条巷子，翻了一道围墙，钻了3处下水道，才找到那个水库的？是你，全都是你！我10倍补偿，立马的。就这些？不够我再买。以后每个月固定给你供伙食。大哥，你想吃什么你说话。还有那什么老3、老4、老5的伙食我也全包了。这肉还行，草莓也凑合。
大姐，你刚才那个表情，你闭嘴，不然牛肉干没收。下不为例，下次再失踪，我就带着全家老小住你被子里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那排骨明天炖，我晚上来拿。大姐，你这一屋子线人，比你债主还难伺候。案子破了，钱拿到了，清白也有了。至于你们这些祖宗，好吃好喝供着呗。奖金5万块，加上之前接的几单保洁，债总算是还清了。你犯啥事儿了？欠这么多钱，愁眉苦脸的。父债女偿，你们小苍蝇是不会懂。我出门一趟啊，你们待在家里别乱出去。小玲姐，你又要去破案啊？破什么案？我找我姐吃饭。虽然不是亲姐姐，但是林婉姐待我就像亲人一样。她是一名甜品师，之前我欠一屁股债的时候，只有她收留我。现在钱还了一部分，我想请她吃顿好的。那你别忘了我们的吃的，你可别忘了，你接我们回来可是说要好吃好喝供着我们的。放心吧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么忙吗？先上去看看吧。这个酒店好像就是姐姐工作的地方，她负责酒店的甜品制作。最近这么忙吗？这么久都没回来了吗？重要的东西都在，应该没有出远门。可是人去哪儿了？那个女人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这几天没有血息，饿死我了。你就知足吧，她一回来就哭哭啼啼，你受得了？又听到动物的声音了吗？这次是跳蚤。你们说什么？这里的主人有多久没回来了？这个人类能听见我，快跑快跑！他要抓我们！我不要被捏死！别跑别跑，我不伤害你们，我就问几个问题，问完就走，绝对不碰你们。你谁啊？你又不是住这儿的那个女的。我是她妹妹，我好几天联系不上她了，我担心她。你们快把你们知道的告诉我！哎，你别靠这么近，口水都喷我身上了。行，我退一点。你们快说，林婉到底怎么了？有没有其他人和她在一起？什么？倒是有个男的经常过来，不过他们每次都会吵架。住在这的女人就一直哭，我们就没一天好觉睡。就这些？有没有长相、高矮胖瘦或其他什么特征？我们跳蚤看人吧，你们长得都差不多，2条腿站着，圆咕咚一个脑袋。我说像柱子吧，你说我骂人；我说就叫树吧，你又说我敷衍。反正就是比林婉高，林婉1.65米，那男的大概1.75米以上。然后呢？有一次他们吵着就摸到床上来了。停，这个不用说啦。不是你问我们有什么异常吗？这个挺异常的，平时都是吵完走，那次没走，而且还挺长时间的呢。
我说了，打住，跳过，跳过。我换个问题，你们说林婉每次带那个男的回来都哭，他有没有说过什么？没说过，他就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哭，哭完了吐，吐完了又哭。我们也不敢靠近厕所，那我们怕被冲走。每次带那个男的回来之后都哭，还吐，这不像是正常恋爱的状态，更像是被胁迫或者被欺负了。对了对了，他有时候会带回来那种好看的盒子，硬纸板的，上面印的花花绿绿的，可漂亮了，好像是酒店那种。对，就是他上班那个酒店的甜品包装盒。他带酒店的包装盒回家，带回来之后呢？然后就躲在厕所里吐啊，每次都这样。姐姐在酒店里经历了什么？你们还有没有别的线索？任何跟他失踪有关的东西？他有没有藏过什么东西，或者留下过什么？哦，对，他每次哭完都会找一个本子在上面写东西。本子？什么样的本子？就是那种棕色的皮，软软的。他每次都从梳妆台最下面那个抽屉里拿出来，写完又放回去。没有，空的，是不是被拿走了？不可能啊！那个男的来翻东西的时候翻了衣柜和床头柜，没翻梳妆台下面这个抽屉，我们看着呢。他在念啥？那本子上写的什么？不知道，但他的表情好吓人。3月25日，我想报警，但他说认识局里的人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不敢赌。局里的人，警察系统里的人，还是只是随口吓他。4月5日，我今天才知道他们在甜品里加了东西。陆明宇亲口说的，说这是给 VIP 包房的特供。他说那些客人身份不一般，让我别多嘴。陆明宇，陆明宇，好耳熟的名字。那个人是他吗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不过他从来不像照片里这样笑，每次都是凶凶的。A 市富豪的儿子陆明宇，那家酒店是他们家族的财产。姐姐被他威胁了吗？4月10日，穗穗最近欠的钱看着好憔悴，我想帮他，但是我自己也。4月12日，今天陆明宇又威胁我了，他说如果我不干了，就让我在甜品业混不下去。他还说他提到了穗穗，他知道穗穗欠了钱，他说你妹妹随时可能出事，你最好听话。下一页的日期是昨天，我明天要去酒店做最后一批甜品，这次我一定要把证据带出来。我已经把手机藏在甜品推车下面了，如果能录到他们的对话，我就去报警。我一定要活下去。四季国际酒店，姐姐很可能还在那儿，我必须要去找她。不行，不能就这样去。酒店是陆家的地盘，我要是硬闯，还没找到姐姐，自己先被保安扔出来了。而且日记里写的他认识局里的人。不能直接报警，万一陆明宇认识局里的人是真的，我一报警，消息走漏，他就知道了，到时候姐姐更危险。那你怎么办？
总有办法的。上面有我的电话。喂，林穗，怎么了？突然打电话过来。周警官，我遇到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不敢报警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电话里面不方便聊。你现在安全吗？我现在很安全，城南有一家面馆，我发定位给你，拜托了，一定要帮帮我。他怎么也来了？陈燕会不会是陆明宇说的局里的人？林穗，你别紧张，我把事情跟陈队说了，他非常重视。你放心，陈队是我师傅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拿命担保。林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因为什么事情这么害怕，但是你放心，只要是我能帮到的，我一定会帮你。你们看吧，看完就知道我为什么不敢报警了。这个陆明宇，我听说过，四季酒店是他家族的产业，外面形象是青年企业家，慈善晚宴的常客。日记还不够吗？这些不能抓他吗？这本日记在法庭上只能证明你姐姐的恐惧，不能直接证明陆明宇犯罪。我们需要物证和这其他受害者的证词。那我去酒店找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你一个人去，万一被发现了呢？那个酒店是他的地盘，那怎么办？我姐失踪，生死未卜，她现在可能在某个房间里被关着，可能在医院里，可能已经……我不能等了。林小姐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若你执意要去的话，我记得我们有个线人在市里各处酒店有点话语权，明天下午他会安排你以临时保洁的身份进去，你万事小心，重点去找你姐姐日记里说的那台手机，找到手机立刻出来。林小姐，我们重点找证据，能绕开陆明宇就绕开，如果一天内找不到，立刻撤。这个带上，我会在外面守着，你遇到任何不对劲儿，按一下侧面的按钮，我3分钟内到。知道了，谢谢你们。小心点儿，明天见。手机不在这里了，被拿走了。喂，吃吗？谁？我用吃的换你们回答我几个问题。人类，你居然可以和我们讲话？我是临时顶班的，我问你，这几天甜品区有没有什么异常？一个大概这么高的女的，长头发，经常在这里做甜点。你是说林师傅？他好几天没来了，以前他天天在这儿掉好多糖渣，可香了。那这几天有没有看到什么不对的事情？这个酒店，每天晚上都有女孩被从楼上抬下来，可邪门了。从 VIP 包房的货梯送下来的，有的在哭，有的睡着了怎么都叫不醒，还有的身上有伤。我们在这住了3年了，天天看都看习惯了，反正每天都有，多的时候3、4个，少的时候1、2个。每天晚上每天都有，3年了。前天晚上那个最惨，哭了一路，整栋楼都能听见。后来被2个男的架着从后门出去了，上了一辆黑色的商务车。商务车？陈警官，我需要上楼。不行，按原计划，找到手机就撤。手机不在了，但有别的证据，我必须上去。10分钟，到时间不出来，我进去找你。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下次带点苹果皮来呗。你是新来的保洁吗？22楼今天没什么客人。主管让我先去22楼收布草。哦，哪个主管？陈燕说的线人叫什么来着？刘主管。那你忙，辛苦了。陈警官，我遇到陆明宇了，他在电梯里问了我话。他认出来了吗？应该没有，但我上不去了，他按了顶楼。你先撤，从消防通道下来，我在后门接你。今天不查了，林穗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好，我从消防通道下去。
姐姐，你一定要撑到我来找你啊！手机没找到，账本没看到，连姐姐的影子都没见着，就这么回去。又来了个保洁，脏死了，脏死了！拖把水甩到我墙上，我昨天刚擦的尾巴。人类的清洁剂熏死我了，他们就不能用无味的吗？还是顶楼待的舒服。不过那些女的有的时候哭哭啼啼的，吵得我睡不着。啊，什么东西？光，人类，你怎么不出声？你要吓死我啊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想问几个问题。你能听见我说话？你别怕，我就是想问，你刚才说的顶楼有什么东西啊？顶楼就是 VIP 包厢啊，紫橙厅、牡丹厅、芙蓉厅，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来，非富即贵。门口那块电子屏会显示订房人名字，我天天扒在那上面取暖，名单都背下来了。你能背下来？最近几天的能告诉我吗？告诉你有什么好处？这个全给你，而且下次我来给你带活的蜘蛛。前天紫橙厅订房人赵国强，大前天牡丹厅订房人周瑞成，每周5都来，雷打不动。还有别的吗？比如3天前，一个女甜品师在 VIP 包厢失踪了，你能记得那天晚上谁在吗？3天前紫橙厅也有人，订房人我不认识，但记得是4个人，姓陈好像。那天晚上甜品师推车进去，就出来的时候脸色发白，被2个黑衣服的架走了。我以为他喝多了没在意。那2个黑衣服的是酒店的人。谢谢你。下次带蜘蛛啊，活的、冻干的也行。上去了？没有，20楼就折返了。做得好，陆明宇已经注意到你了，你再往上走，他一定会让人查你的底。陈警官，我拿到了一些信息。什么信息？前天紫橙厅的订房人叫赵国强，还有一个姓周的叫周瑞成，每周5固定来牡丹厅。明天就是周5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展开。赵国强、周瑞成这2个名字我都听过，回去查。明天晚上我安排人，你不要再进去。我知道，我就在外面等消息。你今天做得很对，没硬闯，拿了信息安全撤离。你姐的事儿我会想办法，你不要一个人扛。知道了，谢谢陈警官。明天周5，牡丹厅，周瑞成。根据记忆，把酒店周边的地图给画了出来。酒店后门这条巷子，陈燕的车会停在这里，我们不需要进去，就在外围盯着。你们负责进去，一旦有信息，陈燕会派人进去的。盯谁？那个姓周的？周瑞成，每周5晚上来牡丹厅，黑色商务车。他出来的时候身边会带一个女人，如果能拍到他和那个女人一起出来的画面，就是证人。大姐，你让我们俩干什么？我们又不能拍照。你们不用拍，你们飞上去，找机会把这个录音笔藏在牡丹厅的吊灯上，能录到他们的对话，比什么都管用。偷听？这个我在行啊。你小点声，我们是去干活，不是去玩。那我呢？我在外面望风，还是进去帮你找人？你帮我去地下室和货梯通道周围转一圈。林婉失踪那天是从货梯被带下去的，如果能找到那条路通向哪里，或者有没有关人的地方。懂了。找人的活我比你行，我鼻子比你们人类强10000倍。小心，陆明宇在酒店里养了不少保安，有的还带了狗。狗？我才不怕。走了。这玩意有点沉啊，大姐你是不是该买个更轻的型号？等你帮我破完这个案子，我给你买个金的都行。他骗你的，金的更沉。
你真能在顶楼布置好线人？放心吧，小曼姐，我有我的办法。你们快盯着监控。周瑞成的黑色商务车已经在车库了，他从 VIP 通道上去的，没有走大堂。他还带着私人保安，所以这个人不简单。我已经让人查他的底了，做建材生意的，和陆家在生意上有往来。大姐，我们到了牡丹厅吊灯上面，这里又高又暗，没人看得到。我把录音笔搁在灯罩里了。好，你们躲好，别被发现了。那个就是姓周的，长得跟土豆成精了似的。别说话，录着呢。这个新来的不错，陆总眼光好，周总喜欢今晚给您安排的妥妥的。我出去透透气。林穗，地下室货梯最底层有一间没挂牌子的房间，我闻到了你姐姐的味道。林穗，你还好吗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我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。我姐在地下室。你怎么知道？得编一个他们能接受的。第六感太悬了，但至少比老鼠说的靠谱。就是刚才下车透气的那个瞬间，我站在巷子里，风从车库方向吹过来，我突然觉得浑身发冷，鸡皮疙瘩全起来了。那种感觉我以前有过一次，是我爸出车祸那天。你是说第六感？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扯，但你们相信我，我不是随便说说的人。我姐真的在地下室。带上，待会儿你跟小曼待在车里，不要下来。你要进去？小曼，你联系局里申请紧急搜查令，理由是有人举报四季酒店存在非法拘禁和强迫他人，需要立即进场。我先进去探路。陈队，你一个人？2个人目标太大，而且那个姓周的还在上面。如果我现在带人从正门进，他那边收到消息，地下室的证据分分钟被清干净。陈警官，我姐是被货梯带走的，你多看一看货梯附近有没有什么隐蔽的房间。对讲机随时联系，如果我发出求救信息，小曼你就带队从门冲进去。知道了。大老鼠，陈警官下去了，你去给他带路，从货梯通道走，避开保安。要不要免礼？这老鼠怎么出现在这里？难道刚刚那只老鼠是在给我带路？求求你，不要打我了，我不跑了。林婉，我是警察，你妹妹林穗让我来的。穗，她没事吧？她没事，很安全，我带你出去。谁干什么呢？警察，执行公务。警察？不过陈警官，你知道这是谁的产业吗？谁的产业也拦不住我执法。让开！陆总，负3层有人，
麻烦了，他们已经通知陆明宇了。别费劲了，这层装了屏蔽器。陈警官，您一个人下来胆子不小啊！陈警官大驾光临，怎么不提前打个招呼，我好安排人接待。陆明宇，你涉嫌非法拘禁，故意伤害，放人，跟我走。陈警官，你说我涉嫌什么？涉嫌是要证据的。你在我酒店地下室里看到了什么？他是我们的员工，工作压力大，精神出了点问题，我让人在这里照顾他，免得出去出事儿。你看，我都给他安排了单独的休息室，多体贴。你胡说，是你把我关在这里的，你还让人打我。唉，病得不轻，要不先上去，我叫个精神科的医生来评估一下。陆明宇，你跟我打马虎眼没用的，我的人马上就来了。这位警官累了，请他上去休息。陈队失联了，地下室的信号被屏蔽了。你干什么？陈燕一个人在里面，那个姓陆的心狠手辣，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我等不了了。我也急，但你现在冲进去，只会多送一个人进去。大老鼠，大老鼠，你还能进去吗？能进是能进，不过我进去做些什么呢？难不成给那些保安吓一跳？要的就是越混乱越好。你的兄弟姐妹呢？混乱是吧？小问题。都别睡了哈，来活了。走走走，我车就在楼下，今晚带你去个好地方。苍蝇哥采取 Plan B。我最期待的 Plan B。快！我等不及了！哎，等等我，大姐说的是制造混乱，不是英勇就义。哎，什么虫虫趴在我脸上了啊！哎，招惹！不要凶！哎呦上面动静挺大呀，我们什么时候下班啊？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好像是老鼠。兄弟们，上！我去，哪来这么多老鼠？这一片的下水道我造的，你们在我的地盘上站了一天了，收过路费了吗？去，把负3层那条走廊的屏蔽器给我啃了，不管什么线，见一根咬一根。陈警官，何必呢？把人留下，你自己走。还挺能扛。陈警官，我佩服你的毅力，但你一个人能打几个？你看看你，站都站不稳。站不稳也能抓你？抓我？你拿什么抓我？陈警官，如果你能闭着嘴出去，今天这件事儿就翻篇了。不要打了，我跟你们走。晚了，他自己非要逞英雄，怨不得别人。把他铐起来，先关到最里面那间。什么声音？老鼠，哪来这么多老鼠？他们在我头上，救命啊！不过是老鼠，叫人来处理。姓陆的，你在这栋楼里干了多少缺德事？你以为没人知道？地上的不知道，地下的可都知道。把他弄走！把他弄走！快跑！我要找律师！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我是被壁虎袭击了。没事了，你安全了。外面有救护车，先让医生看看。警官，我真的只是个保安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每个月就领那点工资。留着跟法官说。姐，
岁岁，姐没事了。岁岁，你先去看一下那个警察，他也伤得不轻。陈警官，医生，医护人员，这里有人受伤了，快点过来！女士，你能走吗？需不需要担架？我能走。陈燕，你这伤口需要缝针，而且你内脏有没有受伤？你被什么打的？拳头还有棍子，不过骨头应该没断。谢谢你，陈警官。客气。陈队，案子我全看过了，陆明宇的律师团队很强，我们的证据太少了，恐怕……那顶楼的那些女孩的证词呢？她们亲口说的，被威胁、被殴打、被强迫，有2个已经翻供了，他们的律师联系了陆明宇那边，拿了赔偿，签了谅解书，剩下的几个证词不足以支撑指控。他害了那么多人，林小姐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光靠受害者的证词，尤其是部分受害者已经翻供的情况下，很难判重刑。可惜姐姐拿来录证据的手机被摧毁了，我出去透透气。孙敏不是不想帮忙，他是检察官，得按程序来。那些翻供的女孩是不是拿了钱？是，陆明宇的律师私下联系了他们，每人一笔赔偿，签了保密协议，承诺不再追究。陈警官，我姐说陆明宇手里还有一个账本，不是酒店的账本，是他个人的，上面记着所有特殊服务的客人名单、时间、金额，还有给哪些人送过礼、行过会。那个账本不在酒店里。你姐怎么知道的？她有一次被叫到陆明的办公室后，抽屉没关严，她瞥了一眼，棕色的皮面 A4 大小，很厚。如果那个账本存在，陆明宇就不可能轻判。但账本在哪儿？已经被转移了。他家里和公司我们申请了2次搜查令都没找到，他可能早就转移了，或者藏在了我们想不到的地方。账本、证人，缺一个都不行。岁岁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说让你在家休息吗？我来陪你说说话。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就是晚上老做噩梦。岁岁，陆明宇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吧？他做的那些事，那么多女孩。姐，我答应你，他不会被轻判的，我会想办法。你别逞强，陆明宇那种人，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。各位，我需要你们的帮忙。说，是不是又要去打架？老3、老5上次都没打过瘾呢。别找我跳楼了，上次摔得我现在还腰疼。我们现在证据不足，必须要找到陆明宇藏的那个账本，还有更多的证人。账本的事儿，我可以让下面的兄弟们帮忙找。不过这比找人麻烦一些。你想不想找陆明宇报仇？谁？有个姓冯的姑娘，以前是酒店的实习生，被陆明宇害过。她后来辞职了，一个人住在城西的老小区里，但是不怎么跟人来往。我知道她住哪儿，因为我以前在那栋楼的墙缝里住过。但她养了一条大狗又凶，我怕她。她怕狗？你在她眼里连牙缝都不够塞的。那也怕，万一她一爪子拍下来呢？走，现在就去。狗的事儿我来解决。就是这儿，你敲门吧，但我先躲远点，万一那只狗冲出来，我得跑。您好，我叫林穗，我想跟您聊聊关于4季酒店的事儿。冯小姐，我知道您可能不想提，但陆明宇已经被抓住了，但现在证据不足，我需要您的帮助，冯小姐，拜托了。将军，回来。我知道你是保护他的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来帮他的。你在跟将军说话？将军很聪明，他知道谁可以信任。进来吧。大姐不愧是大姐，那只狗居然没咬她。我是3年前在4季酒店实习的。进去没过多久，陆明宇就让我去了顶楼，需要服务那些所谓的重要客人。他说我要是拒绝，实习鉴定就不合格，拿不到毕业证。我当时才21岁，什么都不懂，而且他威胁我说他在局里有人，说我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全家都别想在这座城市待下去。冯小姐，后来呢？你怎么离开的？为了跑走，我花钱买通了一个保安，然后趁着他不注意跑走了。我把我家人都送去外地了。那以后我就很少出门。
但是我们好不容易抓住了陆明宇，现在只差证人和证据了。如果把他轻易放出来，到时候他还会害更多的人。你愿意帮帮那些女孩吗？他并不怕那个人，他怕说出来之后别人看他的眼神。你告诉他，那不是他的错。冯小姐，那不是你的错，错的是陆明宇，是那些欺负你的人。你不用为他们的罪恶感到羞耻。我愿意作证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不要让我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。我妹妹还不知道这些事儿，我不想让她知道。我答应你。大姐，你真行，那只狗从头到尾都没凶你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带它去警察局。先让陈燕来见他。冯清的证词很重要，但他需要有人保护。陆明宇那边的人可能会找他麻烦。你立了大功，喏，奖励。狗日志。冯小姐，除了你之外，你还知道其他被陆明宇侵害的女孩吗？哪怕只是听说过名字的也行。有一个人叫方林，他也是在 VIP 包房做服务员的。他比我早半年进去，后来突然就不来了。我听说他自杀了。自杀了？我后来查过，3年前城东有一个女孩跳河了，新闻上只提了一句年轻女子落水身亡，没有说名字，但我看过她的照片，就是方林。查，3年前城东的落水案件，所有卷宗调出来。明白。如果是这样，那陆明宇就更该判重刑了。大姐，找到了那个账本，在哪儿？你们从哪儿找到的？陆明宇在郊区的别墅花园里，一棵老槐树底下。他以为挖个坑埋起来就没人知道，他不知道那棵树下面的根系早就被我们老鼠挖空了。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你们。别来虚的，我要加1个星期的花生酱。买。这个账本够陆明宇把牢底坐穿了。通知孙敏，让他马上来队里。这个账本要连夜做证据固定，还有调一组人去城郊陆明宇的别墅取证挖出现场。明白。林穗，这一次你救的不只是你姐姐，那就别让那些女孩白白受苦。姐，不要怕。非常顺利，我们胜诉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是方林的妈妈，谢谢。酒店案能顺利拿下，除了大家辛苦，还有一位编外人员起了关键作用。陈警官，你别这么正式，紧张什么？一个人闯进酒店地下室的时候怎么不紧张？经局里批准，林穗同志从今天起正式成为我们刑警队的编外线人。林小姐以后也是有编制的人啦。以后的案子，林小姐请多多指教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林穗，你先别走，有件事跟你说。怎么了，陈警官？不会又要加班吧？不是加班，是比加班更刺激的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们别吓我。我上热搜了，你现在可是大红人了。现在全网都在好奇你的身份，我们会帮你严格保密个人信息，但也意味着以后你查案更受关注，行事要更谨慎。我明白，低调做事，好好配合你们查案就行。大姐，你今日怎么闭门不出啊？我在琢磨昨日偶遇的那位妇人。你可是林穗，网上那位协助警方查案的姑娘。是我。您找我有事儿？我女儿沈潇潇3个月前离奇失踪，报案过后，警方始终毫无头绪。我听闻你的事迹，只求你出手帮帮我。
这个地址，警方前去排查过吗？警方查证此处只是荒废老宅，一无所获，我始终放心不下，还请你帮帮我。大姐，你打算前去此地探查？没错，此案搁置许久，毫无进展，我不可贸然行事，需提前摸清实情。那你打算如何着手调查？我先去找陈警官商议一番。城东柳巷17号，我对这个地方略有印象。3个月前，26岁女子沈潇潇在此处附近失踪，此事你们早已排查过吧？当初我们走访周边住户，找不到线索，那处老宅空旷荒凉，没有任何案发现场痕迹，此案陷入僵局。我亲自前去实地看看，也好过让这起失踪案一直毫无进展。我陪你一同前往。你不用留守警局办公吗？外出复盘陈年旧案，本就是我的分内工作。唉，这雨下的不是时候。下都下了。走吧。3个月前我来的时候，这门锁是坏的，一推就开。现在换新锁了。有人来过，而且不是普通的路人，谁会专门跑来给一个废弃老房子换锁？别扒了，别扒了啦！好不容易下雨出来，特可惜，人家杀生啦。有什么发现吗？哈哈。没什么，没什么，你去那边仔细看看。我现在在调动第6感呢，你不要打扰到我。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把我的房子扒了？我好不容易找了个不漏雨的缝，现在全给你扒开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这儿有居民。这房子好久没人住了，我才搬进来的。你说这房子好久没人住了？多久了？大概3个多月吧。之前有人来过，吵吵闹闹的，后来就没动静了。你能不能帮我看看房子里面有什么？我是来帮忙的，不是来搞破坏的。你能听懂我说话，好像跟之前那些人不太一样。行吧，你在这等着。小窝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我看到里面的地板上画了好多东西，圈里面还有字，但是我不认识。什么样的圈？多大的？就是一个圆圈圈啊，而且还是红色的，有血腥味，还有几张黄不拉几的鬼画符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你那边有什么发现？陈警官，我们必须进入这间屋子，这里一定藏着重要线索。陈警官，你相信风水之说吗？风水？怎么突然提起这个？我察觉到此处气场怪异，这间屋子绝非寻常废弃老宅，内里必定藏有隐情。我相信你的直觉。陈警官，你看，金水火土，差个木。五行图？这唐人街探案吗？潇潇，沈潇潇，能不能把他看成水属性的人？A 市这3个月有没有其他失踪案的人？名字有没有？上个星期我记得刘队那边接了个失踪案，是叫什么灿？夏灿。再往前查查，说不定金属性、土属性都能查出来。金、水、火、土都有了，只差一个木。凶手已经完成了4个，只差最后一个。陈警官，你看看地上的血和用血画的阵法，看看那把换了又换的新锁，这不是普通人做的。这个人信这个，很信。他依照5行属性挑选目标布阵，集齐5人便会彻底收手。下一个受害者5行属木 ，A 市几百万人，怎么找？不用找，我来引他出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名字林穗，双木，5行属木。你是线人，不是诱饵，而且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
而且你要把自己当成猎物，去引一个连环杀人犯。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五行缺木，他找木。与其等他在茫茫人海里找到下一个无辜的人，不如让他来找我。你们布控，等他自投罗网。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？他不是普通的杀人犯，他布阵画符，用血祭。这个人已经杀了至少4个人了，他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我知道，所以我需要你给我点时间，几天就行，让我想想怎么把消息放出去，他一定会感兴趣。我只能给你3天，3天之内，如果他没动静，这个计划就取消。而且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必须24小时有人跟着，不能单独行动。行，24小时跟着，上厕所你也在门口等着。周小曼跟，走，先回警局和他们同步一下。近3个月 ，A 市及周边区县报失踪的人一共11例。按零碎说的5行偏旁筛选，我们找出了4个高度吻合的。沈潇潇，25岁，美容师，3个月前失踪。水字旁，水属性。夏灿，28岁，会计，2个月前失踪。火属性。失踪地点城西一个废弃的仓库附近，现场发现了烧过的痕迹。王瑶，35岁，个体户，1个月前失踪。瑶，3个土，土属性。失踪地点城南一个正在拆迁的城中村，地面被人挖了一个坑，形状像坟。赵明，29岁，销售，2周前失踪。明，金旁，金属性。失踪地点城北一个废弃的钢材市场，现场发现了金属粉末和血迹。4个了，金木水火土，缺一个木。这4个人的失踪地点也很有意思，东边水，南边火，西边土，北边金。案发地点正好对应了5行方位。之前我们把这些案子当成独立的失踪案在查，没有横向比对。因为失踪原因不一样，地点不一样，时间也不连续，谁能想到这些案子是同一个人做的？因为凶手不想让人发现是连环案，他故意把时间错开，地点分开，手法也不一样。现在只差木了。我说过了，我来当那块木。不行，太危险了。你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吗？这是连环杀人犯，不是小偷。小曼姐，正因为是连环杀人犯，所以才不能等。他下一个目标是谁，我们不知道。他在哪儿下手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他什么时候动手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唯一知道的是他缺一块木，那我就去当那一块木。3天，零碎负责出现，我们负责埋伏。如果他不上钩，这个计划立刻终止。看来我的那些网上粉丝有些用了。什么？我现在好歹也是个网红，10几万粉丝呢，消息肯定很灵通。你这是要用自己的名气当诱饵？是鱼钩，鱼钩本来就要亮出来，鱼才会咬。等我消息吧。东南西北都有了，中间是空的。城东、城西、城南、城北，每个案发地点都在城市的边缘，但是中间是森林公园。大姐，你拍桌子能不能提前打个招呼？我差点噎死。森林公园那个地方我去过，树多，虫子多，人也多。如果我的推断没有错，那凶手肯定会选在这里找他的下一个目标。零碎，这么晚了有发现？陈警官，我把4个案发地点在地图上标出来了，城东、城西、城南、城北，这4个方向。你猜中心点是什么地方？城北森林公园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把4个地点报给我的时候，我就让技术组做了地图分析。中心点确实是城北森林公园。我本来想明天告诉你，怕你晚上不睡觉又跑出去。陈警官，这不就对上号了吗？中心点才是归位的位置，他一定会在公园下手。那你怎么打算？直接去森林公园蹲守？那个公园太大了，方圆好几平方公里，根本没法全面布控。不用蹲守，我直接去。不行，我说了，不能单独行动。陈警官，你听我说完。我早上发了一条动态，
已经有人在问我最近要去哪儿散心了。我再发一条，他一定会来找我。我还特意把网名改成我的大名了。我现在可是实名制上网，就等着凶手上钩了。万事都要小心，凶手可以再抓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知道了，陈警官。你这么紧张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我男朋友。明天森林公园集合，挂了。男朋友？大姐，你刚才说男朋友？你懂什么？成年人那叫暧昧，懂吗？陈燕这个人，从我们第一次合作到现在，每次大姐遇到危险，她都是第一个反对的。这不是同事的担心，这是什么？家姐，你们闭嘴！大半夜的不睡觉，聊什么八卦？谢了，大姐，晚安。他刚才是担心了吧？担心了。喂，担心了，担心了，担心了。闭嘴，睡觉。我们已经到了，公园东南西北4个门都有人，你正常活动就行。知道了。来公园吸氧，听说这里很适合采风，破案久了出来放松放松。上钩吧。走，进去看看。哎，你就是我们大新闻的那个新警察吧？我刚刚刷到你的帖子了，你真是我们 A 市的大英雄啊！谢谢，不过我不是警察，就是帮忙的。老婆，快来，这就是那个破案的女网红。哎呀，真是你啊！来来来，给我们宝宝说句话，长大了也当警察。不是吧？凶手还没蹲到，怎么先变成景点了？凶手看见这么多人直接跑了怎么办啊？各位谢谢支持哈，我就先去那边。等等，不要离开这里，我闻到血腥味了。我就先去那边和你们好好聊聊，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哈，一个一个来。太好了，林小姐，我早就想问问你，上个案子是怎么破的了？怎么样，找到血腥味的来源了吗？这里人也太多了，气味全混在一起。你先撑一会儿时间。这个天气怎么还有苍蝇？脏死了！去！哎，那位小姐，你过来一起听啊，说不定听完之后，你宝宝更想当警察了。哎呦，林小姐果然平易近人啊，快跟我们讲一讲。大姐，不对劲儿，血腥味就在这附近，但是忽远忽近，我感受不到具体位置。林穗，你那边人太多了，我们的人被挤散了，注意安全，随时汇报位置。收到。你好，林穗小姐，我是 A 市晚报的记者，姓韩，能耽误你几分钟吗？想做个专访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有事儿，不方便接受采访。林姐姐，小心，是这个人身上的血腥味。就几分钟，林小姐，我想我身上也有你感兴趣的情报，不如我们交换。他就是凶手吗？哎呀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大家都散了吧，我要接受一个采访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小心点儿。林小姐，你太聪明了。他的衣服上喷了东西。林穗，喂。东门小组报位置，有没有看到林穗？东门报告，没有看到林小姐离开，林小姐应该还在公园里。所有小组注意，立刻在各自区内搜索林穗，找到后马上汇报。重复，立刻搜索。定位3分钟没动了，他不是那种会站在原地发呆的人。您所拨打的电话无人监听。所有人给我找！地毯式搜索，他出事了。
陈哥，陈哥，调到了，公园的监控调到了。这个人是谁？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他叫韩佩，24岁，是 A 市晚报的记者，主要负责社会新闻。这是他的照片，联系他单位，查他住址。现在。喂，是 A 市晚报吗？我是市公安局的。韩佩今天上班了吗？什么请假？3天前就请了。好，那他住址发我一下。报社说他3天前请了假，说家里有事儿。他登记的住址在城北翠屏小区。走，去翠屏小区，其他人在公园仔细搜。叫开锁的，快！陈哥，冰箱里有不少肉和菜，不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。灶台上还有半锅粥，已经搜了，至少放了2、3天。陈哥，这个人盯上林小姐至少2个月了。调取全城所有路口监控，从城北森林公园开始追查他离开时的路线。是。一定要在他动手前找到林穗。啊，这才是生活。大姐不在家，咱们就是这屋子的主人。大姐今天去森林公园了吧？不知道顺不顺利？顺利顺利，那么多警察跟着呢，苍蝇哥苍蝇妹也在，能出什么事儿？来来来，吃吃吃！等大姐回来，我得让她给我买点5香瓜子儿。隔壁那家的太咸了。什么声音？啊！快开窗啊，快点儿！你们怎么回来了？大姐呢？老三了，老五，快过来帮忙开窗！说话呀，大姐呢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姐被人抓走了！你说什么？有个人戴眼镜的，他把大姐抱走了。公园人太多，气味也多，我们都跟丢了。那个人开车跑了，怎么回事？那些警察呢？陈燕他们呢？那个人太狡猾了，他趁乱把大姐的耳机打掉了，信号也断了，还利用人多混杂视线。那大姐现在……你们记不记得那个人往哪个方向走了？西边。我在车窗上贴了一路，记住了路，但是太远了，我飞不动。我们飞了好久好久，从公园飞回来，已经没力气了。你们休息10分钟，然后我们出发。去哪儿？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动物的鼻子还找不到大姐。大姐平常自己吃拼好饭，给我们吃香喝辣，现在正是报恩的时候了。别碰我！林小姐，我注意你很久了，从你走红网络开始，你就是我的最佳候选人。你年轻、漂亮、聪明，最重要的是，你有个好听的名字，林穗。穗，禾穗的穗，禾属木，木生水，瑞通和，缸中之柔。你简直就是为我的5星剧量身定做的。你也很爱我吧？我还没去找你，就自己送到了我面前。我本来还在发愁怎么接近你，结果你发了那条帖子，说来森公园采风，我开心了一整晚。你知道我还差一个水属性的祭品，你就这么送到了我怀里，我好开心。你真恶心！你这么说我很难过。
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凑齐5行，对吧？为什么吗？我拼了命读书，考上大学，投简历，终于被 A 市最大的报社所录用。我以为我终于可以迎接新的人生了，结果呢？医生告诉我，我得了一种罕见的病，器官会慢慢衰竭，活不过35岁。我一边跑新闻，一边跑医院，药吃了一堆，手术做了2次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医生说我只能等死。后来我在采访一个老风水先生的时候，他无意中提到了一个古法，5行归元阵，以5条人命对应5行方位，在特定的时、特定的地点献祭，可以重塑命格，续命30年。我知道你会说这是歪门邪道，可我不试试怎么知道？3年，你愿意等死吗？所以你就杀了4个人，就因为你不想死。对，我不想死。等我病好了，我会把你写进我的报道里。让我想想 ，A 市最勇敢的女侦探，协助警方破获连环大案，英勇牺牲，我一定会让你长红的，林小姐。你不会以为杀人能够让你长寿吧？你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你不懂，5行相生，命格归位，这是古人的智慧。你们这些现代人什么都不信，所以才活得浑浑噩噩。我看你是无可救药了，把风水学用到这种歪门邪道上，你知道那4个人的家人有多痛苦吗？他们的痛苦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下一个时辰，亥时，木属性。亥时是水气最旺的时刻，也是你最后的时刻。林小姐，你还有2个小时，享受你生命中最后的2个小时吧。可以想想还有什么话要说，我会帮你转达的。当然，如果你配合的话。还有多远？快了！我记得那个岔路口，再往前大概2公里。等等啊！我好像闻到了大姐的味道。在哪儿？那边很淡，但确实是，还有那个男人的味道，药味儿。对，就是那条路，我之前贴在车窗上，车就是往那个方向拐的。走。陈哥，技术组那边有新进展，他们分析了韩佩车辆最后出现那条岔路口。结合他的银行记录，3个月前他在附近一家五金店买过工具。店主说，那人当时打听过附近有没有废弃的地下室或者地窖。店主怎么说的？店主告诉他，这片废弃工厂区以前有地下管廊和护林员地窖，后来荒了，具体位置店主不清楚，但大致范围在这片区域，方圆2公里。2公里，太大面积了。我们人手不够，局长已经在调集更多警力了，预计半小时后到达。半小时太久了。陈哥，你别一个人去，我们分开搜，每2个人一组，地毯式排查所有带地下的建筑，一有发现立刻对讲机通知。就是这里，对，大姐的味道。哎，还有那个男人的药味儿。里面有光，但我看不到人。怎么办？我们进不去，这门是关着的。啊，是陈燕，那个警察。走开！
难道？不能睡着，不能睡过去。他走了，但是肯定还会回来的，可能10分钟，可能5分钟，可能下一秒就折返。快，没时间了。不能停，一停下来就完了。如果能顺着通风窗口爬出去，也能去外面求救。给我开啊！是大老鼠吗？快，别废话了！我带着老3老5跑了一整晚，那个戴眼镜的刚出去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我现在帮你把门开开。大姐，你用力推一下。好。快，趁着那个变态还没发现，快跑！跑，别回头！这边走过去就是大路。林小姐，你这样让我很为难。我本来想让你安安静静的度过最后一段时间的。你或许可以试试是你跑得快，还是我刀比较快。不过现在还没到亥时，我还不能杀你，不如就先用刀把你的皮肤划开，让你先没有力气逃跑。林小姐，你太不乖了。这老鼠成精了！啊！畜生！看来林小姐不只是人见人爱，就连畜生都想要来帮你，何必呢？什么人？韩佩，别动，把刀放下！林穗，你会帮我的吧？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肯帮我，我一定会给你写最精彩的报道。林小姐，没事了，我来了。林小姐，你跑什么呀？我说了给你2个小时的，你还欠我一个答案呢。水命归位，5行才全。你不死，我的病怎么好？别怕，很快的，比你割绳子快多了。大姐，你醒啦！我可不是偷吃，伤者要补充营养。唉，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，你们都没事吧？苍蝇哥他们呢？那当然，必须是全身而退啊！大姐，你病好了一定要补偿我们。天哪，你是不知道我那天飞了多久，简直堪比飞机了。你这算什么？我是直接和那个变态搏斗，那个变态拿刀划我，我往旁边一闪，他只蹭到了一点毛，然后我跳起来一口咬他的手腕，他疼得刀都拿不稳了。要不是老3老5拖后腿，我还能再咬他2口。明明是我们先咬住他裤腿的。你闭嘴！我吹牛的时候不许拆台。
谢谢你们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哭了，弄得我也怪难受的。哼。穗穗，你可算醒了！你知不知道你昏迷了2天？2天啊，我都要急死了。2天？医生说你是失血过多，加上体力透析，还有轻微脑震荡。你被救回来的时候浑身都是伤，你真的吓死我了。好啦好啦，我这不是没事儿吗？穗穗，你是不知道，你昏迷的这些日子，陈警官是茶不思饭不想，天天往医院跑。每次心里堵得慌，他就去审讯室审韩佩。小曼，别乱说。我乱说？那昨天是谁在审讯室门口站了2个小时，一句话没说，把同事吓得都不敢进去？我那是在想案情。我给你带了粥，医生说你醒了要先吃流食。谢谢。不客气。韩佩那边审的怎么样了？韩佩的案件基本已经定性了，4个死者的 DNA、血迹、作案工具全都对上了。他在审讯室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，没有任何隐瞒，甚至有些得意。我们请了心理专家对他进行评估，专家说他属于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障碍，缺乏共情能力，无法理解他人的痛苦，但智商高，善于伪装，外表极具迷惑性。他在报社工作期间，同事对他的评价全是斯文有礼貌，工作认真，没有一个人看出他的异常。他说的那个5型归元症，他得了绝症，内心极度恐惧死亡，需要一个理由来说服自己杀人是有意义的。这套歪理邪说就是他的心理保护壳。那4个人居然死在这么一个疯子手下，不会白死。韩佩会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，杀人偿命，法律会给他最严厉的审判。穗穗，别想了，你先养好伤。A 市连环杀人案告破，嫌犯韩佩被依法批捕。该案因手段残忍、动机荒诞，引发社会广泛关注。此案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，相关话题阅读量已突破10亿。我们来连线本台评论员。10亿，大姐，你火了？这还只是早上，到晚上不得翻倍？我觉得是好事儿，大家都知道你干了什么，省得有人说你闲话。我的天，我怎么感觉比被绑架还可怕？大姐，这叫成名，好多人都求之不得呢。求之不得？那你让他们先被绑架一个试试。你抬杠是不是？穗穗，你看新闻了吗？看了，热搜第3，8辈子不联系的同学消息都发过来了。说正事儿，今天一过，你就可以出院了。医生早上和我通过电话，说你恢复的不错，手上的伤口没感染，脚底的玻璃碴子清得干净，轻微脑震荡也基本好了。明天上午办出院手续。真的？我终于可以不用天天躺在床上啦！激动什么？你手背上还有针呢。那我回去以后要注意什么？能不能洗澡？能不能出门？医生说伤口别沾水，过2天去社区医院换药就行。别的没什么。太好了，这个床我睡够了，白墙我看够了，消毒水的味道我也闻够了。我也是，袋子里闷死了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局长今天上午和我开会，专门提到了你。因为这次你在案件侦破中的表现，主动提供线索，协助警方定位凶手，以身犯险引出嫌疑人，局里决定给你颁发功勋证书，还有一笔奖金。啊，穗穗，你立功了，有证书，还有钱。你是说，局长给我发奖金？对，数目不小，具体多少你自己去领的时候看。
行啦，好消息送到了，你好好休息，明天我们来接你出院。最后一瓶了，输完按铃叫护士拔针，我和小曼去收尾韩佩案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快去吧。被告人韩佩以暴力手段故意非法夺走他人生命，致4人死亡，1人未遂，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。犯罪动机卑劣，手段残忍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，依法应予严惩，判处被告人韩佩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小韩，这篇深度报道写得不错，下周上头版。谢谢主编，我回去再改改。林警官，你来了。阿姨，您节哀。韩佩已经被法律制裁了，潇潇在那边也肯定希望你身体健康，好好生活。林警官，你冒着危险帮我们潇潇找到凶手，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潇潇以前最喜欢吃苹果，我每次去菜市场都给她买几个。她走了以后，我还是买了也不知道给谁吃。你别嫌弃，就是一点心意。潇潇要是知道有人替她讨回了公道，她也会高兴的。阿姨，放心吧，真相永远不会缺席的。同志们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表彰大会，是对1017连环杀人案侦破工作进行总结，并对在案件中表现突出的同志进行表彰。此案历时跨度将近半年，涉及4名被害人，1个未遂目标。凶手作案手法隐蔽，反侦查意识极强，能够成功告破，是全体参战民警日夜奋战的结果。同时，我们也要特别感谢一位编外人员林穗同志。正是林穗同志在关键时刻主动请缨，以自身为饵，协助警方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韩佩的行踪，为案件的最终告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经多方研究决定，授予林穗同志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，并给予人民币5万元奖金。林穗同志，恭喜你！你比我们很多老刑警都胆儿大，以后要是愿意，可以考虑考个公务员。谢谢局长。同志们，此案的告破，证明了我们的队伍是经得起考验的，是对得起人民信任的。在此，我宣布，1017特当连环杀人案正式结案。啊！外面的空气，自由的味道。终于不用钻那个破袋子了。这2天憋死我了。谁说不是呢？也不用天天闻医院的消毒水味了。大姐，那个信封里有多少钱？真的是实打实的5万啊！5万，能买多少牛肉干？能买多少花生米？能买多少瓜子？走，去超市。干嘛？兑现承诺，咱们好歹是生死之交。当初接你们回来，我可是说过，要好吃好喝，供着我们。Hooray！